大家好。这2年在荷兰最热门的话题，除了是疫情之外，就是荷兰天价的房价。荷兰的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样，快速的在上涨。衣食住行是我们每个人离不开的，房产还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。那么在2022年，荷兰的房产究竟还能不能买？荷兰的房价会持续的上涨还是下跌呢？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2022年荷兰的房市场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。我会在影片的结尾给大家一些有关于在荷兰购买房子的建议，这对你将来在荷兰购买房子时会有一定的帮助，也会帮你的未来省下一笔不小的数目哦。我是小云，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一些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说，很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到达了顶峰，但是荷兰的房市场却没有准备冷却下来。荷兰合作银行 Rabobank 的经济学家预测，在2022年，荷兰的房价还会持续的上涨 12.4%， 在2023年还会再上涨 3.2%。就在几天前，有朋友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夫妇俩在 Rotterdam 的购房经历。他们说，当他们准备好一切到市场去看房子时，才发现整个房市场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们原来看中的房子是在35万欧元的预算，这期间这房子的价格还被提升到38万欧元，但是这房子最后是以40万欧元成交的。我们也非常惊讶，他们为何愿意付这么离谱的价格。朋友的回答也非常的直接和简单，他们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价格非常的过分，可是如果他们不付这个价位，他们就无法拥有。现在的荷兰简直是一房难求，其实不只是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乌德勒支市中心，就连在阿姆斯特丹北区的一间合资房，大约是在36平方米左右，也要价35万欧元，平均1平方米大概是1万欧元。很多老百姓都说快买不起房子了。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其实不只是在荷兰，荷兰周边大大小小的国家，自从疫情的开始，房价也不断的在上涨。在2021年，捷克的房价上涨了 22%， 立陶宛的房价上涨了 18.9%， 爱沙尼亚的房价上涨了 17.3%。 当然，荷兰绝对是其中一个涨幅最大的国家。根据荷兰房地产协会 NVM 的最新数据，房屋售出平均只需要23天的时间，而且 80% 的房屋是以高过要价成交的。房价过高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利率。现在荷兰银行房贷的利率都低于 2%。 我们简单的来算一笔账，如果我们今天买入一间房子的价格为40万欧元，那么我们每个月需要付的房贷大概是1500欧元。但是如果房贷的利率被调回到疫情前的水平，那时候的利率是大概在 4% 左右，那么我们每个月需要交的房贷就变成了1900欧元，整整多出了400欧元。400欧元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，这会给生活带来压力。这个时候想买房子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暂时不买，对于房产投资者来说，他们会选择不投资房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利率的上涨会让投资者觉得房子的价格变得更贵了，利率绝对是房产中一个重要的成本。除此以外，荷兰政府不断的在打压房产投资者，这也让房产变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面对的是房价不断在上涨的趋势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就是利率的上升。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花钱去买房子呢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，我们跟家人、小孩、伴侣相处的时间也就更多了，所以人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，也希望在家里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
原来拥有一个小房子的朋友就希望换一个更宽阔的房子，原来租房的朋友就希望可以买一间自己的小房子，这无形中就提高了房产的需求，也让房市场变得更大了。根据欧盟中央银行 ECB 今年年初宣布，他们在2022年没有准备涨息，可是有些荷兰银行，比如说 ING Bank、Rabobank、Volksbank 已经开始涨息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荷兰的房地产会暴跌吗？我个人觉得那倒未必，因为在2022年，房地产的调整是在荷兰政府的带领下，荷兰政府会以趋势的大小来进行调整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荷兰房市场崩跌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在荷兰的房产都是自住的比较多，人们不会因为利息的上涨而把自己的房子卖掉，然后去租房子住，这种情况不太会发生。再来的就是我之前所说的，荷兰政府不断的在打压房产投资者，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将禁止任何购买房子价格低于51.2万的朋友在前4年将这间房子用于出租。荷兰各大银行给第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和要求都不一样，还有的就是税务征收和各式各样复杂的计算法来收取额外的费用。这些政策对于投资者来说一点都不友善，可是却让自己国家的房市场变得安全了。因为即便荷兰房市场面临到挑战，但是在房市场里的投机者并不多，所以荷兰房市场崩跌的情况会受到一定的控制。虽然说荷兰的房市场是以稳定为主，可是这不代表说荷兰的房价不会下滑，只是我觉得荷兰的房价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小，更多的是在调整房价在这2年疫情间不理性的上涨的那一部分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个人对荷兰房地产的看法，希望对你未来在荷兰购买房子时会有帮助。如果你是一位投资者，那我会建议你暂时缓一缓，因为荷兰政府不断的在更新对房地产投资者的要求，还有利率的变动。但是如果你是买一间自住房，那你无需太过去在意何时是最佳时机，因为当房价涨得太快时，你会没有机会去买；当房价暴跌时，你会没有勇气去买。我知道买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，因为它关乎一大笔钱，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。买房的成本除了房价之外就是利息。如果你现在买一间房子，你可以把利率锁定一段时间，比如说15年、20年，甚至是25年都可以。这样接下来的几十年，你的房子的成本其实就在你控制之中。即使利率不断的在上涨，可是你的利率依然保持不变，这样会为你省下一笔不小的数目。现在的利率绝对是在低点。最后一点就是疫情后我们不会回到疫情前的状态，但是回办公室工作是未来的趋势。周边基础设施比较好的房子，他们的房价优势就会慢慢的显突出来。在这里我要说的是，平时可以花一些时间上网了解现在荷兰的市场行情，比如说各大城市或小镇现在的交易价格是多少，租金走势是多少，这样对你未来购买房子时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哪一天你把这些都搞懂了再出手，你的胜算肯定非常大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谢谢支持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